今天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如果您现在还看不懂比特币与黄金的本质，那您后半辈子的财富可能就毁了。在探讨全球宏观经济与资产配置时，我们必须先将目光拉回人类文明的长河。贯穿整个人类历史，黄金一直是商业活动中最核心的硬通货。这里有一个极度震撼的物理事实：如果把人类有史以来开采过的所有黄金全部收集起来，大约只能组成一个边长约20公尺的立方体，总重量约为176000吨。您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全人类几千年来累积的如此巨大的财富，竟然可以安稳地容纳在一个普通的仓库里，这实在令人费解。我们常接触的股票、艺术品、石油或各类实体收藏品，往往需要占据庞大的地理空间，或是耗费极高的管理资源，但黄金却独具着令人惊叹的便携性特质。黄金之所以能成为终极的价值储存手段，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不承载任何交易对手风险。它是金融世界中唯一一种不属于他人负债的资产。金融巨头摩根大通曾经留下了一句名言：黄金是货币，其他都是信用。黄金极高的存量流量比，不仅在数学与物理上确保了它的绝对稀缺性，更使其能够免受任何法定货币任意贬值的影响。从古老的吕底亚硬币一路演变到现代各国央行的地下储备金库，数千年来，黄金始终如一地捍卫着其作为最高级别价值储存手段的地位。无论是在金融海啸、政治动荡，还是社会结构重组的危机中，黄金始终充当出一种流动性极强且账本绝对不可篡改的定海神针。不过，就在最近这10几年，金融市场的竞技场上出现了一个极具野心，想要争夺终极货币头衔的新竞争者。比特币在现今的金融论述中，常被冠上数位黄金的美名。我们必须冷静地探讨，它在未来真的能完全取代黄金吗？如果可以，我们彻底抛弃黄金这种古老的资产，真的是明智之举吗？归根究底，资产种类的多样化只会让全球经济更具韧性并从中受益。我们目前口袋里的法定货币这重价值主要取决于各国央行任意货币政策的信用资产，在未来很可能确实会被更纯粹、更不受人为干预的货币形式所取代。无论未来的霸主是黄金，或是某种我们目前尚未发明出来的新型科技资产，它们都有可能摆脱法币与生俱来不断贬值的宿命。毕竟，在我们目前这个极度依赖债务扩张来维持运作的经济体系中，法定货币确实存在着致命的数学缺陷。几个世纪以来，黄金一直是全球金融体系无可动摇的支柱，也是长久以来唯一的储备资产。请注意，黄金的这种崇高地位并非由哪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所确立，而是由宇宙中不可违逆的物理法则所巩固的。正如前美国联准会主席格林斯潘在1999年那段极为著名的国会证词中所言，黄金仍然代表着世界上最终极的支付形式。在极端情况下，默人会接受法定货币，但黄金永远会被接受。黄金之所以能被全人类跨文化、跨地域地普遍接受，源自于其独一无二的内在特质。这些化学与物理特质使其有别于地球上的所有其他材料。正是这些特质确立了黄金作为价值储存手段的持久地位，
这也完美契合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对于稳健货币的严格定义。第一，耐用性。黄金是一种极度安定的贵金属，这使其几乎不会发生大多数的化学反应。与容易氧化的白银不同，黄金既不氧化也不暗淡，从而保证了其物理性质能在千百年内长期保持绝对稳定。这种独特的化学特性不仅使其在经济储备上无懈可击，在现代高科技基础设施，例如电动车、精密无人机、国家防御系统，甚至航太火箭中，都是十分可靠且不可或缺的材料。此外，黄金永远不会生锈，这就像日本金泽传承100年的传统金箔工艺一样，历经岁月洗礼，依然能展现出不朽的光泽与文化底蕴。这正是黄金耐用性的完美展现。第二，可互换。由于黄金质地柔软且延展性极佳，它非常易于塑形、铸造和分割，这使得黄金可以轻易被标准化成可互换的硬币或金条。只要重量和纯度相同，一个单位的黄金在本质上就与另一个单位的黄金完全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差别。第三，稳定性。黄金是一种极度可靠的价值储存手段，它的自然稀缺性和实用性，使其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能完美保持其购买力价值，而不像法定货币那样，普遍且持续地遭受通货膨胀的无情侵蚀。此外，诚如前面所提，黄金作为终极的价值储存手段，更因为它不附带任何交易对手风险。第四，可携带性。作为一种密度极大、价格高昂的金属，黄金即使是极小的分量，也蕴含着极高的价值。这种超高的价值重量比，使其很容易高效地运输巨额财富，这一点是白银、体积庞大的艺术品或其他大宗商品完全无法比拟的。一个普通人可以在口袋里轻松装下半公斤的黄金，带着惊人的财富移动。第五，可识别性。黄金独特的物理与化学属性，使其相对容易被验证真伪。例如现代常见的 Sigma 这类精密仪器，可以立即且无损地侦测出假黄金，确保交易的安全。综合以上特点，黄金几乎是完美的价值储存手段，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黄金依然有一个致命的例外。黄金毕竟是实体金属，它不是可以轻易替换的信用卡，也不是网络上的一行数位城市码。运送实体黄金，即使是对于只想持有少量金条的普通市民来说，其麻烦程度有时也如同运输放射性铀金属一样复杂。如果在跨国移动时忘记填写繁琐的申报文件，海关官员就有绝对的权利扣押您的黄金，并将其中的大部分作为罚款直接没收。实体黄金可能被盗窃、被物理切割、被隐藏、被内部人员挪用等等。而且由于人类难免犯错，它也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遗失。回顾历史，1940年由英国执行的鱼雷行动，就是这种实体黄金后勤噩梦的一个著名极端案例。当时随着纳粹德国军队的步步逼近，英国为了防止国家赖以生存的黄金储备被敌方无情夺取，被迫动用极大的军事与物流资源，将其价值高达25亿英镑的黄金秘密跨越大西洋运往加拿大，这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实体财富转移行动。相比之下，如今在数位金融的世界里，只需轻轻点击一下滑鼠，数兆美元的资金便可瞬间在地球两端完成转移。
关于国家运用公权力进行掠夺行为，莫过于由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颁布的第6102号行政命令。这项令人震惊的命令直接将美国公民持有货币黄金定为非法行为，强制民间将黄金上缴给政府。与现代加密货币的密码或助记词不同，您无法单靠大脑的记忆来储存黄金，它必须由实体空间持有，而只要它有实体，一旦能被找到，就可能被抢走或被公权力没收。此外，黄金不仅没有任何利息收益率，不支付任何现金股息，反而还会产生高昂的实体储存和保全保险费用。目前世界上大部分的实体黄金都深埋并存放在伦敦、瑞士、新加坡或曼哈顿等地下戒备森严的金库中，它们就像一尊尊古老而被遗忘的神话狮身人面像，静静地蛰伏在黑暗之中，见证着地表的繁华与衰败。诚然，因为人类既会犯错却又独具创新匠心，人们必然会想出一个比那被某些现代金融学家戏称为蛮荒时代遗迹更好的替代方案。虽然黄金本身的物理属性已近乎完美，但我们现代金融体系惊人的演变速度与对效率的渴求，使得创造一个数位时代的现代版黄金替代品成为了历史的必然。起初，那是出于对传统金融体系陈旧准入机制的极度失望，以及想要彻底翻新它的强烈愿望。比特币的发明原本的初衷是为了对抗中心化的现行货币体制，然而它很快就超越了极客的圈子，开创了一个远超其最初意图的强大新金融范式，即它极有可能被全球资本视为数位黄金的等价物。时间回到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肆虐、传统银行体系摇摇欲坠期间，一位化名为中本聪的神秘人物发表了题为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的历史性白皮书。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技术方案，让人类可以在无需任何中心化信任机构，如银行或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完美解决数位货币的双重支付问题。如果说黄金天然就是货币，那么比特币就是透过精密电脑工程与密码学创造出来的货币。它具备了与黄金相似的属性，稀缺，难以开采，总量被严格限制，且在分散式账本的保护下坚不可摧。区块链底层技术的发明，引发了后来各种数位资产的寒武纪大爆发。在这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资产中，有些提出了非常有趣的应用场景，有些则被市场证明是一文不值的空气币。虽然比特币因其被写死在城市码中永不增发的2100万枚固定供应量，而迅速在市场上确立了数位黄金的霸主地位，但其他五花八门的代币也纷纷涌现，试图填补不同的经济生态位与应用场景。例如在2011年，莱特币诞生，它将自己精准定位为比特金、莱特银，以此来推广其相较于比特币更快、更低成本的交易特性。4年后的2015年，以太坊横空出世，引入了世界电脑的宏大概念，用主动的、可编程的智能合约技术，试图取代黄金那种被动的价值储存功能。时至今日，以太坊已稳居市值第2高的加密货币宝座。这种市场对极高风险资产新产生的巨大胃口，深刻地表明了一件事：在数位时代，稀缺性是可以用数学与程式码被设计出来的，而不仅仅是依靠物理上的开采出来。目前学界与金融界尚不清楚，
这种人造的、人为设计的数位商品是否本应在具备发超权的主权国家眼中彻底取代实物资产。但从2020年代的市场疯狂表现来看，全球无数的投资者显然已经对这个数位叙事信以为真了。在2010年至2025年这决定性的15年间，比特币成功走出了密码朋克的神秘次文化圈子，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华尔街高级办公室里的热门焦点话题。它从一种被传统金融精英视为一文不值的新奇数位资产，摇身一变，成为了市值高达数兆美元的全球金融巨无霸。这15年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的坦途，但令人惊奇的是，每当比特币遭遇毁灭性的崩盘，它最终总能起死回生，并再次创下令人啧舌的历史新高。在短短15年的时间里，比特币完成了华丽的转身，从自由意志主义者用来对抗体制的网络代币，演变成了一款能合法搅动数10亿美元、受监管庞大资金的华尔街 ETF。传统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富达最终成为了比特币在主流世界的最大代言人，而那些曾经蜗居在地下室写程式的早期极客，如今可能已经身家亿万，而他们过去拥抱的那些反资本主以及近意识形态，或许为了买下1-2艘豪华游艇而早就被抛诸脑后了。机构资金的合法接纳与疯狂涌入，推动比特币在2024年12月历史性地突破了10万美元的心理大关口，并最终在2025年10月达到了12.5万美元的狂热顶峰。在那一刻，市场上关于比特币将迎来永不回头的超级周期理论似乎变得无可辩驳。美国政府甚至开始严肃探讨建立国家级战略比特币储备的可能性，这项消息更是让全球的加密货币交易者们欣喜若狂。然而，金融市场的风险总是潜伏在最狂热的时刻。到了10月，全球最大加密交易所稳定币定价系统出现了严重漏洞，这只突如其来的黑天鹅导致所有高倍数的杠杆多头部位瞬间遭到连环清算崩盘。尽管随后不久市场开始尝试反弹，但先前的价格影线终究被沉重的卖压填补，比特币开启了令人窒息的缓慢阴跌模式，一路滑向一个可能的关键技术点位。市场上也开始传出可能跌至67000美元的恐慌私语。本该在超级周期中永无止境上涨的走势，在2025年底突然呈现了截然不同的冰冷景象。比特币透过城市码确保的绝对稀缺性，尤其是其不可撼动的先发优势，成功在数位世界复制了实体贵金属的货币溢价。与容易被各国央行无休止印钞贬值的法定货币完全不同，比特币为寻求资产保护的人提供了一座去中心化的灯塔。它具备了数位时代的耐用性、可无限分割性以及近乎即时的全球便携性。尽管因为其资产属性尚未完全成熟而伴随着极高的波动性，但它已有效地将黄金的固有优质品质进行了数位化，并在同类数位资产中实现了绝对的完全垄断。尽管比特币在许多理论层面上完全符合健全货币的严苛标准，但2025年最近的市场发展却残酷地表明，它在实战中尚未稳定表现出大型资金所期盼的数位黄金避险特性。在2025年这个宏观环境极度复杂的年份，作为对冲恶性通膨、地缘政治动荡和战争阴霾的终极工具，最重要的是
作为一种能实质保护购买力的极佳投资，黄金的实际表现远远优于比特币。推动这波全球黄金热潮的核心特征是大规模累积官方国家储备的买盘，其中波兰国家银行采取了极度激进的抢购策略，加上印度储备银行、土耳其央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持续巨量购买，引领了这一波波澜壮阔的趋势，甚至连南美的巴西也在年底积极加入购金行列，以实现其国家外汇资产的多元化。尽管各国央行的疯狂扫货，将全球黄金战略的重心从西方明显转向了东方，但在民间消费端，中国和印度对传统黄金珠宝和实物金条的消费需求依然高居全球之冠。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土耳其和伊朗，这些国家的普通公民面对动荡的局势，不约而同地将实体黄金作为对冲本国法定货币贬值和国内经济不稳定的最首选资产。光是看2025年的汇率市场数据就令人心惊，土耳其、阿根廷和伊朗的法定货币都毫无悬念地跌至了历史新低。如果您因为金价已经涨多而认为这轮黄金的超级行情已经结束，那您可能大错特错了。目前全球顶尖机构的态度已经从今年的黄金已死180度大转变为黄金将涨到$5000。摩根大通明确指出了推动此次黄金飙涨的2个主要核心原因。首先是全球央行加速且不计成本地增持黄金，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外汇资产的多元化，并实质减少对美元霸权的依赖。再来是美国联准会启动降息循环，大幅降低了持有实体黄金的机会成本，引发了西方世界庞大的黄金 ETF 资金回流潮。黄金目前正作为一种能有效抵御法定货币恶意贬值的通膨对冲工具，在国际市场上被疯狂的机器交易。这再次向世人证明了人类对黄金这种古老的信仰与习俗，或许正是源自于跨越周期的深层智慧。黄金确实是一种最直接且有效的压住恐惧的方式。反观加密货币领域，全球范围内的政府间管束负政愈发严厉地收紧。从欧盟极度严苛的加密资产市场法规开始全面实施，到美国财政部针对隐私币和不合规的稳定币发起激进的打压行动，无不体现了国家机器对金融主权的绝对捍卫。最终，那些认为加密货币能完全脱离政府掌控的乌托邦幻想破灭了。对于极度规避风险的巨型投资人与主权基金而言，传统黄金价格的相对稳定性，这绝对是其在资产配置上胜过比特币的另一个巨大优点。虽然贵金属的价格也会随着全球经济扩张与收缩的状况起伏，但它极少出现像加密货币那样动辄腰斩的闪电暴跌。部分原因在于黄金的市场是子时在太深了，想要人为影响如此庞大市值的资产价格，即使是对那些拥有足以透过高杠杆衍生性商品来撬动贵金属市场的华尔街巨额资本机构来说，也绝非易事。更何况黄金的大部分是值平时都处于休眠状态，例如民间的珠宝、深锁在各国央行金库的储备、富豪的私人金库，这些黄金并不会每天在市场上频繁流动抛售。反之，比特币由于其数位化、极易转移的特性，自然而然地被全球的散户和对冲机构利用高倍数杠杆来疯狂捕捉日内巨大的波动价差。确实，
相较于实物性态成化学惰性的传统大宗商品，去撬动一种完全由市场动态流动性来决定方向的数位资产要容易得多。尽管许多散户投资者依然坚信比特币抗通膨的完美叙事，但比特币在危机时刻的实际表现却往往像一种极度不成熟的高风险资产，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令人心跳停止的高波动性和不可预测的剧烈价格震荡。人们对一个合格国家级储备资产所期望的稳定表现，与比特币在盘面上的实际表现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市场上各重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偶尔发生的脱锚恐慌，更是一再无情地提醒了我们一个古老的真理：如果您不能把资产实际握在手中，您就不算真正拥有它。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黄金是终极的无风险实体资产，无可取代，但另一方面，它的物理特性又使其极度难以保管与跨国转移。在2025年3月，美国总统发布了一项震撼全球的行政命令，正式将美国执法部门历年来没收的数量超过20万枚的 BTC 直接指定为无比珍贵的国家资产，这打破了过去将其在市场上抛售拍卖的惯例，从而实质上建立了一个国宝级的比特币战略储备。美国的这一举动瞬间赋予了比特币无可比拟的法律合法性，这也让早有准备的其他国家底气大增。例如，早已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持有约6000枚比特币的萨尔瓦多，以及透过丰富的国家水利发电资源默默开采了约13000枚比特币的不丹王国，都各自建立了一个或多或少受到官方承认的国家级比特币战略储备。审视当前的全球金融版图，目前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数位资产能像比特币一样得到世界各国政府如此实质性的增持与背书支持。然而，即使有政府的背书，要说比特币能彻底取代黄金，仍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狂热梦想。这不仅仅是因为比特币的价格波动性依然极高，更因为其目前的总市值与黄金及白银那重主宰级的规模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主权国家在制定总体经济政策时，需要的是极其深厚的市场流动性和能吸收一切冲击的巨大资金缓冲，来支持其货币政策的运作。除非比特币在未来能恢复指数型的成长，并达到市场预测的每枚100万美元的天价市值，否则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上，它永远无法拥有像实体黄金那样安定人心的绝对统治力。在过去15年里，金融界最激烈，甚至带有宗教狂热色彩的争论，一直围绕住体积庞大、历史悠久的实体贵金属与充满野心、代表未来科技的数位资产之间的冲突展开。这就是著名的黄金与比特币之争。然而，2025年全球市场所发生的一系列剧烈事件，让这场争论暂时被客观现实所搁置。事实证明，在极端危机中，黄金仍是守护购买力的真正金钱，而比特币在现阶段依然被大型资金视为一种高杠杆的风险资产。如果在2025年的那波回调中，因为市场的波动性处于历史高位，使得比特币并未如早年那样暴跌到足以让人心灰意冷，需要极度谨慎对待的地步，那么我们可以说，几乎毫无例外地，整个加密生态系统在面对传统宏观经济的压力测试时，都蒙受了巨大的账面损失与叙事上的挫败。与此同时，黄金则用无可辩驳的价格新高，傲然重申了
其座位拥有数千年历史的王者之财的绝对地位。它是主权国家的终极底层资产，是那种在极端战争爆发时无需依赖电力供应，无需连接网际网络，更无需获得任何第三方机构许可，即可随时随地用来保命与交易的终极保险单。透过波兰、中国和巴西等大国央行对实体黄金不计成本的大举买入，且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完全无视比特币投机波动的行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秩序最动荡的时期，黄金仍然是地球上最受资金追捧、最能安定人心的防御性大宗商品。而比特币则反其道而行之，它并没有成为安稳的避风港，而是已经在华尔街的淬炼下成熟为一种具有高贝塔系数、价格极度敏锐，且已经具备了机构权威性与合法性背书的高爆发资产。首先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清比特币在投资组合中的角色。这项资产天生就适合那些具备高超交易技巧，能够利用其双向剧烈波动来获利的高风险偏好交易者。其极高波动性所带来的潜在超额报酬，以及其底层区块链技术所赋予的高便携性和高流动性，使得庞大的资本能够在短短几秒钟内实现跨国界的瞬间数位传送，从而完美地绕过传统银行体系那些陈旧过时、费用高昂且手续繁琐的结算轨道。尽管在经历了2025年的洗礼后，比特币作为能彻底颠覆体制的前沿资产的激进形象有所减弱，但这反而确立了它在主流金融中的合法定位。而另一方面，黄金那份历经千年的卓越防御声誉，却因为各国央行的疯狂背书而变得愈发坚不可摧。客观来说，黄金是过去这动荡一年中当之无愧的最大赢家。我们必须承认，所谓比特币将彻底取代黄金这项看似极为艰巨的任务，其实从一开始就只是加密圈内为了吸引眼球而制造的虚假行销噱头。现在，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真正需要的，并非你死我活的替代，而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资产和平并存。如果您不想在累积财富的道路上盲目犯错，请务必订阅本频道。您每一次观看所投入的时间，都将在未来转化为更清晰的判断以及更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的专注聆听，我们下集再见。祝各位投资顺利，拥有平静且充满智慧的一天。